一天了解一位车手，今天要带你了解的是安德烈亚·基米·安东内利。他被誉为梅奔自己的维斯塔潘，也是梅奔车队的太子爷。在刚结束的 F1 中国大奖赛排位赛中，他以19岁201天超越维特尔，成为 F1 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。在赛道上撞了维斯塔潘，汽车人维斯塔潘也要反过来哄他。在巴西大奖赛上，他用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得亚军，刷新自己职业生涯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最好完赛成绩，这让梅奔车队看到了未来车队的希望。2025年6月29日，奥地利大奖赛，安东内利在第一圈撞车维斯塔潘，导致两人双双退赛。面对脾气火爆的塔炮，安东内利连连道歉，连头盔都不敢摘下。毕竟，如果换做队友拉塞尔，汽车人恐怕会跟他拼命。但维斯塔潘看着眼前刚满18岁的少年，也只能反过来轻声安慰他，毕竟他还只是个孩子啊。然而，就是这个尚显稚嫩的孩子，却是梅奔计划来取代他的超级天才。06年出生的他，9岁就斩获了卡丁车冠军，13岁就被梅奔看中，14岁横扫欧洲卡丁车赛道。15岁进军方程式首秀，就以亚军身份登上领奖台。17岁参加区域方程式比赛，18岁和梅奔正式签约，成为 F1 的正式车手，搭档汽车皇帝乔治·拉塞尔。而此时的他还在往返于围场和学校，甚至把数学试卷带给车队的工程师。在整个梅奔车队，安东内利如同掌上明珠，托托沃尔夫对他的喜爱更是溢于言表。很快，他便在澳大利亚大奖赛上以第4名完赛，成为围场历史上第2年轻的积分获得者，而排在他身前的是维斯塔潘。5月，迈阿密大奖赛上的安东内利又成为 F1 最年轻的杆位获得者。1个月之后，他在加拿大站首次登上领奖台，站在了维斯塔潘的身边。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。6月的奥地利大奖赛，安东内利在第一圈撞车维斯塔潘，导致两人双双退赛。面对脾气火爆的塔炮，安东内利连连道歉，连头盔都不敢摘下。但维斯塔潘看着眼前刚满18岁的少年，也只能反过来轻声安慰他。真正的天才往往具有厚积薄发的能力，安东内利的身上正好有这个特点。2025年巴西大奖赛对于安东内利来说，绝对是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。冲刺赛排位，他用出色的表现拿下 P2。冲刺赛，他更是力压皮亚斯特里和维斯塔潘拿到亚军。排位赛，他再次用强势表现拿下 P2 发车位。正赛，P2 发车的他在最后时候顶住了维斯塔潘的疯狂追击，成功拿下巴西大奖赛的亚军。这让他不仅刷新了在加拿大大奖赛的 P3 成绩，也刷新了他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最好成绩。10天后的拉斯维加斯大奖赛霓虹灯下，他更是书写了自己的生涯代表作。从第17位起步，到只用一套硬胎，在高速街道赛道上足足跑了48圈，最终第5名完赛。之后因迈凯伦双车出局，站上季军领奖台。这场奇迹般的逆袭，不仅为他的首个 F1 赛季注入高光，更让业界看到了梅赛德斯新一个汉密尔顿的无限可能。2026赛季 F1 中国大奖赛排位赛，年仅19岁的梅奔天才车手安东内利，以19岁201天超越维特尔，成为 F1 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。安东内利这个名字在这一刻被永远镌刻在 F1 的史册上。如今他正在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